哎，这不4年一度的冬季赛事刚结束吗？就有很多人问我说：“你说你跟你老公俩看比赛的时候，你为中国队激动，他为加拿大队激动，那你俩不干架吗？”我想说不干架呀，因为他不激动，不光他不激动，他全家人都不激动，就根本就不在乎加拿大赢不赢。我看开幕式的时候，我还跟他视频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国家运动员出场的时候，那衣服上热搜了。”他说：“衣服咋的了？钱开门没来呀？”你们还记得不？2010年是温哥华办的开幕式。那阵儿呢，正好我第一次给他领回铁岭，在我家玩，我们都以为这温哥华开幕式他得老激动要看了，结果人家根本不想看，因为他头一天人生第一次看了二人转，就开幕式那天就高低想再去看二人转，就跟我说昨天那个多有意思，就出来一个女的，就都不自我介绍，出来就咵咵咵甩头发，跟脱布疯了似的，完甩完头就咔咔咔就大劈叉，哎那叉劈的就是钉书器缺钉的安钉时候那种状态，劈完叉起来嘎干瓶啤酒，啤酒瓶子没撂下来呢，歌声出来了，兴旺发达通四海好运来。是不是那种感觉？就是好运来，你看人家就是发如拖布，动如脱兔，就各种动作之间毫无逻辑连接。我喜欢这种艺术，我当时就很不理解，我说就在温哥华你家门口办你都没有热情，他说那要在铁岭办，铁岭人就是热情啊。我说哎呀妈呀，他最好别在铁岭办，这要是在铁岭办了，全铁人民男女老少，正在室内烧烤店酒意阑珊的，正在室外旱厕速冻风干的，正在城里搓澡台上顺时针侧翻的，正在乡间给老母猪排解孤单的，肯定全都在看。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年温哥华这开幕式有个大事故？就他这个点火仪式最关键的环节点火啊，设计的是4个大柱子一个接一个的起来，最后聚到一起，火炬点燃。结果这4个柱子起来仨，最后那个躺平了，没动。刚开始我们都以为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，就是让你等都没有声了，啪一二脚蹦出一大鹅，一脚拴一个猴那种感觉。完整的吧，我爷都有点替他觉得尴尬了，说你们这是属于就什么寓意呢？3缺1啊！完我就憋不住了，我说你们这个属于是不是有点掉链子了？我老公说什么是掉链子？我奶说掉链子就是骑车秃噜扣了。然后我爸就站出来了，说你们都给人留点面子，人家现在肯定脸上也挂不住了。结果没想到人家一点没有什么脸上挂不住的感觉，当时给他爸打电话，给这爷俩就逗坏了。哎爸看着没？那第4个咋回事？跳闸了属于。哎，这个在中国啊，从现象上来看叫3缺1，从性质上来看叫秃噜扣。完他爸这边是哎，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就这玩意儿，就是闭幕式的时候帮家站起来了，哎，往回摁都不行，就越摁越支棱，跟倒枪刺似的。当时我还问他，我说你心咋这么大呢？你咋不上火呢？他说不是我设计的，我上什么火呢？我今天跟你们唠一个科学未解之谜吧。就前一段时间我想把这事写成段子比赛用来着，但是问题是就没有人相信这事是真的。就是我小的时候吧，我的眼睛让一只狗给追对眼了。就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一个大活人的眼睛是怎么因为一只狗的追逐，还是一只京巴，就给追对眼了。我不知道我的观众里边有没有医生啊，要是有你也可以帮我分析一下病因。就我小的时候好像眼睛有那么一点弱视，就看东西不聚焦，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御姐范儿的。但那个时候我整体来讲看起来很正常，别人也看不出来问题。直到有一天在我奶家院里有一只恶犬，没拴狗绳，看着我它就叫我，然后我就害怕，拔腿就跑。我一跑它就追，它越追我越跑。突然之间因为这狗的惊吓，我眼睛就对上，我一停下狗也停下，我再回头狗被我吓跑了。它把我吓对眼了，它还不负责任，我一回头它还吓跑。扎狗说自从我被那狗追过，就再没有被人追过。自从我被那狗吓对眼儿，就再没有人跟我对过眼儿。KO。然后我就得看病，先去的沈阳，又去的北京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最后是给我眼睛做了手术，把我眼球的位置给矫正了。而手术之后呢，3天我眼睛得蒙着，不让我睁。我本来就害怕，完我奶奶在旁边，就东北的奶奶们就吓唬孩子都绝活。你可不能睁眼睛啊！你一睁眼睛，眼珠呱掉地下了。他往前滚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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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；我往前追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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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奶年龄大了，跑得慢，追不上。到时候来个胖子，啪嚓一脚踩稀碎。我有时候都想，就咱们东北这些姥姥奶奶们，要想吓唬孩子，这些虎狼之词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都不用回家找，张嘴就来。只不过那天他塑造的这个恶霸形象是大胖子，一般时候都是老妖精、大马猴。后来我这个眼睛呢就慢慢恢复了，但是医生说我的眼睛是先天远视眼，要想治好就得给他累回来。然后我爸就买了一个小霸王游戏机，就每天以那我没办法，我得陪我女儿治眼睛为借口，天天打超级玛丽。关键是他说要陪我治眼睛，游戏机买回来之后就没让我碰了，自己打疯了。超级玛丽让他打通关了，我连那里边王八还没踩着一回呢。我说爸，你也得让我玩玩。我爸说你眼睛有病，手没病，你就看我打就行。我得练手，我痛风。所以后来我的远视眼没被我爸练好，上学以后天天学习，被我小学老师给练好了。
所以我的历程呢是本来对眼儿，后来加勒比海盗，再后来就是远视眼，再后来累回了正常，再后来学习了很多年以后呢，又累成了近视眼。然后有个好消息是啥呢？就是我大胖媳妇儿最近正在办回国工作的手续，她要是真办成了呢，她就要回来了。我的女儿也要回来了，她回来也要上学前班了。我本来以为在奥达这个年龄，我还不用担心她的眼睛，但是现在数据显示，孩子们得近视眼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小了。小学1年级近视眼概率是12.9%，到6年级是59.6%。所以今天唠两句保护眼睛的事儿嘛，就人久坐不动就会全身酸痛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长期在一成不变的光照下用你的眼睛，就会导致睫状肌紧绷，容易视疲劳。我在这就不用什么科学用语跟你们叭叭了，但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大力智能学习灯，它的好处就是把它的算法用在了护眼上，随时调整到让眼睛更舒适的亮度曲线，随着光的律动，让睫状肌保持自然的舒张。律动光放松孩子的睫状肌，减缓视疲劳，别让孩子一开学就近视。正好今天翟奥达5岁生日，我先送他一个大力神灯，我还买了一堆东西等着他，希望他赶紧回到我身边。下次有空跟你们仔细唠这爷俩回国的最新进展。你们都知道我这个加拿大婆婆爱跟我算账要钱，那我就总输吗？我没赢过吗？我赢过，有一次我逃单了，没给她钱，她心服口服。那是我认识她11年唯一一次成功逃单。那一年我去加拿大，然后一家人驱车南下到了加州，就是 California， 准备第2天去迪士尼玩。我寻思去迪士尼就正常买票去呗，但我婆婆当时突然间就像东北社会人上身似的，那个迪士尼我有人到那儿提他名就好使，不用买票。我一打听才问明白，这个好使的人是谁呢？是我老公的2大爷的第2任媳妇的一个侄儿的前邻居。这个人叫啥呢？叫 WC。他为什么叫 WC 呢？就他的名本身特别长，他嫌叫着费劲，他就给缩写了，就 W.C， 就公共点厕所。那为什么在迪士尼提这个公共厕所好使呢？就是这个 WC 老先生啊，他今年已经73岁高龄了，但是在他40岁的时候，他在迪士尼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事故，导致他双腿都截肢了。所以迪士尼为了补偿他这个员工呢，首先要支付他余生的这个工资，同时他可以终生免费进园玩，同时可以带一个推他入园的小伙伴。那么为了当这个小伙伴呢，我婆婆开了2小时车，就到了 WC 家。人老头正输液呢，就给人老头给接出来了，接到我们住的地方了。我当时真是挺不好意思，我跟人 WC 说，我说 WC 老爷爷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折腾你。WC 说，哎呀别提了，我69岁那年认识你婆婆，之后的每一年我就是个门神，年年被她接。4年了，我一个没有腿的人陪你婆婆玩过山车4年了。她说她喜欢双腿离地的感觉，我双腿都离地33年了，我为啥要陪她享受双腿离地的感觉？我双腿离地有瘾呢。69岁就是我一道坎儿，我就等她哪年把我接来，然后直接给我送走。然后第2天就到了迪士尼，我婆婆就推着这个轮椅上坐着 WC 就往里进。但人看门的说 WC 可以免费进，推他的人可以免费进，但推他的人的限额只有1名，也不用3个人推1个人，也不是倒骑驴呢。然后我婆婆就回头跟我老公说，那 I'm sorry 了，那 WC 是我的，那你俩买票吧。我和我老公呢就只能自己买票进去。然后那天阳光极足，就给我晒冒油了。我婆婆带那个防晒喷雾了，我没带，我就跟她说你给我喷点呗。我婆婆就踌躇了，然后坐在轮椅上的 WC 就看不下去了，就威胁我婆婆说 Wendy，就看在年年我被你当吉祥物推了的份上，做个人吧，你不给他喷，明年推我进园的人就不是你。你要记住，没有我公共厕所，你混不了迪士尼。我婆婆呢就忍痛给我喷了，但是回去的路上呢还是忍不住管我要钱了，说她带着1瓶喷雾，今天差不多都喷没了。WC 就问她，就这个1.2米的 Chinese girl， 你是怎么给她喷没的呢？你朝她灭火了？我说行，那咋的？就1瓶喷雾的钱都给你呗。但是我婆婆很公正，告诉我不用，你就给你被喷的那部分。然后我突然啊，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整她。我太尖了，我知道她的弱点在哪。我说温迪啊，那既然这样，咱们就走个明细。你今天喷了我几下？她说大概30下。我说那这个喷雾拢共多少喷？她看了一下那瓶上写是180喷。我说那这一瓶防晒你买的时候多少钱？我婆婆说$30。我说温迪啊，那咱们就捋一捋，1瓶防晒$30，一共180喷，你喷了我30喷，问你应该收我多少钱？咱别上武器，带电的别用，你要用珠算可以，珠算要不会咱就脑算，你算出来我就给你，而且明年 WC 还是你的，害你推的，我都不跟你争，你就算。我婆婆算了一晚上没算出来。